彩福寿纹碗。那么这一件的品相呢是口沿吊片已修啊。我不知道吊片之前是怎样，因为已经修过了，大家自行到我们的官方平台去调阅它的紫光图就可以，非常清楚啊。那么这是一件乾隆的矾红彩福寿纹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尺寸是12.2公分，然后主体纹饰呢是外壁整个以矾红。首先这个靠近口沿一圈呢，是以矾红画的这种有点像璎珞纹的感觉啊，璎珞纹的感觉。那么在下边一圈呢，是画了这种桃子，然后有这个蝙蝠啊，红符。那么尤其大家需要关注的是这个红符的这个上边有一个万字啊，非常小的万字啊。不仔细看可能都没有觉察到特别小的万字。那么我们知道桃子呢，它也是一个长寿的这个一个代表哈，长寿的代表。然后蝙蝠呢也是代表着这个就是福气满满，鸿福齐天啊。再加上这个万字呢，那也就是万福万寿啊，健康长寿的意思。然后它的底部是落了一个大清乾隆年制的6字3行篆书款啊。那么这个款呢写的也是非常的标准，这是一件标准的官窑器，毫无疑问啊。那么这种纹饰呢，其实最早在雍正年间呢就有烧制啊，然后呢，在雍正年间烧制，那么乾隆的时候呢，继续来延烧啊，然后也是给大家找了几张资料图啊，大家一起可以看一下，来帮我切一下这个图片，谢谢啊。那么也是给大家找到了相关的资料图啊，就是这种造型、这种纹饰呢，最早是在清雍正时期呢就有这种作品啊。然后呢，最早它其实是带盖儿的啊，带盖儿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见到呢，几乎都是不带盖儿的啊，也有这种带盖儿的。在雍正时期最早出现这种造型。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乾隆时期呢，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拍品呢是乾隆的。那么到了嘉庆时期啊，还有这种啊，到了嘉庆时期依然还有这种。您看这一只呢，就是资料图上显示的，也是我们北京故宫收藏的一只嘉庆年间的作品。那么这只也是。那么也就不带盖儿了啊，所以说这种造型它是有带盖儿，也有不带盖儿的。那带盖儿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见到的太少了，对，见的几乎都是不带盖儿的。对，那么这两张图片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这种造型、这种纹饰它的一个演变过程。然后呢，在刚才介绍了雍正、乾隆、嘉庆。那么其实在道光年间呢，依然还是有烧造啊。我们前段时间拍卖就有一件道光时期的这个作品啊，所以这种呢，它也是属于清代的一个传统官窑，也是代表的一个健康长寿之意啊。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这个矾红彩保存的还是蛮不错的。这个矾红彩，因为它是低温彩啊，但是在这一件上面没有任何的脱落，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蒋老师从哪儿看图录？电子图录吧。啊，现在因为已经开始预展了，寄到您手上，估计都拍卖快完事儿了。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给您发一个电子图录啊。然后戚老师这一件呢是乾隆的啊，这一件是乾隆的啊。刚才我为大家展示的资料图也是告诉了大家，从雍正一直到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每个朝代都有这种造型。起拍价格是无底价1000元起拍，如果是需要参拍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对外的官方平台来参与拍卖。我们今天下午我跟汤老师只是直播讲解导览的一个环节，我们正式的拍卖呢，就这一件拍卖是在本周六的下午啊。对。这件东西呢，主要妙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这些工匠啊，
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色差来进行绘画，这个呢就是它所精到和比较妙的地方。我们看它同样是用的矾红，但是它矾红有深有浅，是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无形当中就产生了色差，啊，给人感觉它的层次就出来了，就显得比较的饱满。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里边所反映的内容是比较详丽的，与这个福寿啊、万福万寿有直接的关系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巧妙纹饰的布局啊，上面的纹饰和底下的纹饰用冠套纹啊，用这种桃，用蝙蝠啊来装饰它。而且呢，我们看到的它深的是吧，颜色深，浅的用淡淡的矾红色调来勾勒填绘。你像这个桃旁边那个叶，它干脆就是用线条来展示，根本就不失色啊，不肤色。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明有暗，有深有浅，这样一来使这件东西啊，同样一个色调却显出了不同的色阶，切到近景，显它更加的丰满啊，层次感更多啊。这件东西妙就妙在同一种色料做出了不同的颜色出来，这就妙在这儿。所以这种东西呢，看起来主要还是在我们宫廷御药这个御窑厂啊烧造的比较多，民间几乎是看不到是的这种纹饰的啊。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像这样的东西，你不要考虑说民窑的，这种可能性是零啊，这个都是官窑器啊，御窑厂所做，那么为宫廷烧造祝寿贺寿的啊这么一个作品啊，这个是非常值得，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收藏的一件作品，非常有意思。这一件的颜色保存的也好，然后它的这种釉光，大家也可以看到，对，这个质量也是非常的细的啊。这种给人感觉像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有点像库出，也有很多人，对库出这个概念没有啊，没这概念。什么叫库出啊？其实所谓的库出，就是这件东西根本就没用过，打开包装以后呈现出来的这件作品，而不是民间到处传来传去，经过若干人的手，那就不叫库出了，就说明这个东西保存的完美程度，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原来我们在南京南京博物院那个朝天宫库房里边，那个箱子是当年景德镇运到了故宫以后，很多都是没有拆箱的，现在突然把它拆出来以后，就跟刚才炉子里烧出来的一模一样。这种库出，这种心真的让人很惊艳，甚至不敢认，那是真的吗？对吧？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讲库出有的东西的确是因为藏家保存的比较好，才会得出这样的结果来。是的，非常难得。我们惠老师问是网络拍卖吗？我们是就是线上和线下同步啊。如果有时间能来我们线下参与的话，也是非常欢迎的啊。最好，同步进行。好的，我们来继续往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看的，可以在公屏下方敲出文字啊，我们随时为您服务。好。送拍欢迎啊，送拍可以啊，联系我们官方客服。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是第12号拍品，清雍正黄地儿绿彩庭院英系图碗。那么这一件的口径呢是15公分啊，15公分，品相是
品相是口沿小吊片已修啊，已经修了，那我就不为大家去费心费劲的去找，我也找不着啊，大家可以自行到我们的官方平台去看一下紫光图、细部图，好吗？好，那么拿到这件拍品呢，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件高档货，为什么呢？因为里外全黄的拍品啊。里外全黄的这种藏品呢，在清代来说，那是就是规定是非常的严格的。里外全黄的只有3个位分的人才能使用，就是皇帝、皇后和皇太后3个位分的人在当时才能使用。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在这个封建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这个清代宫廷啊，那么能使用这种碗的位分的人就是非常的少，那么它烧制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少的。在我刚进入到瓷器这一行，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黄地绿彩的这种黄八子碗的时候，当时我的老板就是说，这种碗一定就是非常高级货，品级是非常高的。那么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是清代宫廷对于黄釉的一个使用的规定，然后我们再来说这种黄地绿彩的这种搭配啊，那么最早出现在瓷器上呢是见于宣德，是吧？汤老师？对，宣德。对，那天汤老师也是找了一下资料，最早是见于宣德年间。那么这种红绿彩再配这种嘉靖，再配这种阴系的图案呢，是在嘉靖时期呢开始出现。对。那么到了清代呢，就继续的延烧。那么雍正时期呢，这种黄八子啊、黄六子啊，就是上面有8个孩子啊、6个孩子啊，这种，应该说是雍正时期的一个名品吧，名品。然后呢，再来看啊，有朋友说啊，什么叫黄八子、黄六子呢？就是说上面有6个孩子的，我们叫它六子，然后8个孩子呢就叫黄八子。那么这种阴系的图案呢，其实它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图案。那么不管是在中国的古代绘画上，还是说中国的一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那么甚至包括我们这种瓷器上面的图案，阴系纹啊，一直是受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图案啊。因为大家的这种传统观念呢，就是还是希望这个子孙满堂，那么生生不息、人丁兴旺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意愿在里边，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底部啊，底部是落了一个大清雍正年制的这么一个楷书款啊，写的也是非常的周整啊，写的也是非常的周整。那么这一件呢，我们这次的起拍价格是5万元。那么作为一个雍正的名品，5万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级非常高的这么一件作品，有哪位看看喜欢的话，可以把它好好收藏一下。这种黄地绿彩啊，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讲了，因为最早呢是从明代的宣德啊，黄地绿龙啊开始出现。那么真正到了明代嘉靖啊，尤其是这种庭院阴系这个图案，切一下图片，这种图案和纹饰呢，在明代嘉靖时期开始出现了，到康熙、雍正，依然如故啊。这个呢，还是我们在所见到的器物当中，尤以雍正的工艺最佳，工艺最佳，因为它这个工艺呢是先烧素胎，也就是说没有加黄釉加绿彩，只是先把这个色胎做好，然后在上面把这个阴细纹全部刻好，在窑里烧出来，然后再根据需要，比如说树上松树是绿的上面的辅助纹饰是绿的，底下的莲瓣是绿的用绿彩上去，其他的空白处填上黄彩。大家要注意这个里边绿和黄通
通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铜和铁，绝不是珐琅彩当中的柠檬黄和氧化铬，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色彩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颜色，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脑子里马上就要反应过来啊，这是我们中国传统颜色啊，不是珐琅彩和粉彩的颜色。那么这种东西呢，也是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由于雍正的黄六子和黄八子做的最精细，那这种东西呢，我们如果用大运词来形容它呢，就不太客观，因为这个数量非常有限。是的。而往往这种东西呢，主要还是为皇后、皇太后、皇帝做的啊，所以这种东西呢，应该它的级别比较高，使用者人数稀少，所以越显得这种东西啊，它比较名贵，啊，所以这个呢，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这种东西，这种低温用铅做助溶剂的这种皇帝绿彩，是为宫廷的这些人物烧造的，啊。这个，所以我们使用的对象都是塔尖上的人物，这个我们要特别要明确一下，它和大运词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是的，数量少，数量特别少。当然有可能是说传世少，可能在这个故宫的内库里边还是不少。比如说南京博物院库房里边一箱大概有200个、300个的那个数量，那个还是多的，但是那是库房里边永远不会出来的。在民间传世的，它的数量极其有限，所以这种东西呢是值得收藏的，因为它太名贵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好吧？OK。好的。有网友想看紫砂是吧？紫砂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啊，我们单独为您讲解也行。那么今天下午呢，因为时间比较有限，这个我们先以这个瓷器为主。对。好，我们来继续。紫砂也是我们这次限时拍专场的，对吧？那个紫砂也是不错的，而且性价比都特别高，然后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紫砂壶呢，也都是来自宜兴地区名家的，有一些是国公大师的一些作品，然后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拿到的也是他们的一手的价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喜欢紫砂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官方客服取得联系啊，我们将随时为您服务。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是，那么我和汤老师面前摆的这2只碗呢，分别是我们本次拍卖的第16号乾隆的一只五彩龙凤碗和第17号道光的一只五彩龙凤碗啊。来，我一一的跟大家说一下品相。我手上的这一只是乾隆的啊，排在第16号的乾隆的五彩龙凤碗。那么它的品相是口沿有磕冲，也没有修过啊，所以大家直接就可以看到它的原始的一个状况。口上有磕冲，这一块有磕冲。然后另外一只呢，道光的五彩龙凤碗是口沿吊片已修啊，应该是就只有一处啊，我印象当中是吊片已修啊。那么通过这个自然光，我也不太好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自行去查阅我们的紫光图啊。那么这2只碗呢是一起来给大家做一下
做一下介绍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更直观一点。首先呢，这2只碗，咱们乍一看，来给我一个近景，把这2只碗做一下对比啊。那么这2只碗呢，乍一看啊，远一点，就2只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来。对，那么就是我们在学瓷器的时候啊，就是一看到这种传统官窑啊，其实都有点头大。为什么呢？就是你不看底款，你压根儿就分不出来那到底是哪个年份的啊。因为清朝这个前后每个朝代它都有烧制，那么每个朝代它烧制的时候也都是仿制前朝，而且都是照着一些样本去烧的、去画的，所以真的一下子还看不出来什么区别。那么这2只呢，它都是属于五彩龙凤碗，也是属于宫廷的一个标准官窑啊。那么这种碗呢，它在清宫瓷器档案当中呢，也叫五彩红龙碗啊，五彩红龙碗。然后通过这个镜头当中的对比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乾隆的这一只呢，口径稍微大一点，它是15.3公分。那么道光的这一只呢，是口径14.8公分，而且它俩的高度呢，也是有一点点区别啊。所以说这种碗呢，它也是分成好几个尺寸的啊，当时分成好几个尺寸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种五彩的龙凤碗呢，其实我也是在学瓷器的当中，人家会告诉我到底需要注意的是哪里啊，所以我也在积累一些就是看瓷器的一些方法，也是想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这种五彩龙凤碗呢，它最早是创烧于康熙年间。那么康熙时期的五彩龙凤碗，它尤其是凤凰的这个脖子啊，肯定是这个线条锦的啊，线条锦。康熙时期的是线条锦，属于创烧的第一个朝代。那么到了雍正年间呢，也是继续就是延续了这个线条锦，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公开的资料发表里边，我们看到雍正时期呢有那种斗彩的这个龙凤碗。我记得上一次唐老师咱俩一起翻的那个资料，它是属于那种斗彩系列的龙凤碗。然后呢，它的那个凤凰的脖子上面呢，在雍正时期已经出现了羽毛锦的前身了。然后到了乾隆年间呢，就是这种龙凤碗呢就彻底分成了两种画法，就是一种画法呢是延续了这个康熙时期线条锦，那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个作品啊，它也是延续康熙时期的风格。那么还有一种呢，在乾隆年间发生了变化，就是它的这个凤凰的脖子呢变成了羽毛锦。那么正好道光的这一只呢是羽毛锦的一个代表，也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脖子这块呢，就是有这个羽毛了，然后画的呢也会更加的精细了，画的就更加的精细了。比起这个线条型的话，这种画的是非常的细致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也是大家看到五彩龙凤碗需要关注的。有些网友可能要问了，是不是这个羽毛锦要比线条锦要好？我觉得这种得看一个综合的一个画法，那你也不能说光看它是不是羽毛，那也要整个综合来看它这个龙啊凤啊整体的一个画法啊。那么我面前这2只呢，毕竟这一只是乾隆的，那么这一只是道光的。首先它俩是有一个时间的早晚啊，所以说这也是它俩的一个区别。那么道光的这一只呢，它年份会晚一点呢，但它又是一个羽毛锦的一个画法，画的还是有一点还是可以算得上细致的啊。所以说我面前的这2只呢，它各有各的一个特色，它各有各的优点。对啊，然后品相呢也是各自有各自的差别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喜欢收藏这个五彩龙凤碗的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而且呢，前2天啊，正好有一个特别喜欢收藏的网友呢，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我觉得趁着这个机会啊，也要给大家看一下。来帮我切过来一张照片来。这个是我的一个网友给我发过来，这是故宫的一张照片啊，故宫这个正大光明殿，然后呢，这个面前摆的
我放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全是五彩龙凤丸啊。然后我的这个朋友特别可爱，说，当时宫里边就是这么摆的吗？对，我说当时的确就是这么摆的。但是呢，它宫里边啊，这个因为毕竟正大光明殿它也是需要进行这个议事的一个地方，它也不能天天这么摆着。就是一般宫里边这个逢年过节啊，它就是这么一个摆法啊。就是宫里边有什么喜事儿啊，它就是这么一个摆法。然后我的这个朋友就说行，我就照着这个来收藏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那么这个也充分说明我们这种五彩龙凤丸当时就是属于宫廷的一个用品之一啊，这个不是说宫外的人当时能用得上的。对，这件东西呢，主要是我们讲它主要有个延续性，因为它属于大硬瓷一类的。龙凤呈祥这个本身寓意非常好。从康熙开始，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清末，然后呢，民国有仿。那么刚才董小姐讲的呢，那个其实这个关键节点，大家真的要注意。康熙里边是线条的脖子，雍正也是，乾隆两者都有，既有线条的，也有羽毛的。那么乾隆以后，包括嘉庆、道光以后啊，几乎呢，这种羽毛的就占了多数。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呀，我们这个帝后啊，晚清帝后瓷器当中，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大婚瓷当中有龙凤呈祥的图案，大家去看一看，研究一下。所有的凤凰脖子里边都有毛的。那么到了民国以后呢，也曾经仿过雍正和乾隆款的龙凤呈祥的图案，全都是带毛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虽然说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一点点，但是这对于我们鉴定的人来讲，每一个东西的变化就有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更替。这就是我们过去一个老先生叫张永昌啊，我们过去国家鉴定委员会的玉齿专家，他以前就跟我讲过啊这句话：一个线条的变化有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更替。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注意它图案的绘画技法和纹饰的变化，就有可能是一个朝代的更替啊。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能把这些东西啊有机的啊把它结合起来去看去鉴定，这一定有助于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提高自己的鉴定能力啊。好的。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有想要看的某一个拍品啊，都可以在屏幕下方敲出来，然后我们随时为您服务。哎，好，来，再来。好。好。郝老师，我们是这周六啊，这周六的下午1点半就开始拍卖了。那么周六的下午1点半，周六的晚上8点还有一场工美的拍卖，然后周日的晚上8点还有一场这个直播拍的瓷器工艺品。我们这周六日有3场拍卖啊。然后我现在跟汤老师介绍的这些都是在周六的下午拍卖的。然后呢，后天也就是周4的下午，我们将特别邀请到我们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的这个讲解员老师，到时候呢由他过来亲自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次工美拍卖的一些拍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件是本专场第18号拍品青道光窑变釉橄榄瓶啊，窑变釉橄榄瓶。
那么这件呢，我们说单色釉的拍品啊，它其实应该是玩瓷器的藏家玩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特别钟爱的品种啊，单色釉。让人一看到这种呢，就有一种心里边特别安静的感觉啊，欣赏它这种流淌的美啊，欣赏它这个流淌的美。那么这一件的造型呢，因为它形似一个橄榄，所以呢，我们叫它橄榄瓶。然后呢，这个造型呢，在道光本朝啊，有那种霁红的橄榄瓶落道光的青花款的那个官窑啊，跟这个造型是一模一样。那么这一件比较特殊在哪里呢？是底部啊，给大家看一下，底部是底部落了一个特别高级的款，圣德堂制这个款啊，我们说。这个在陶雅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圣德堂制的这个藏品啊，瓷器为道光一朝上品”，就是说落圣德堂的这个瓷器呢，它是在道光一朝，甚至要比落道光本年款的这种瓷器呢还要高级啊，因为圣德堂呢，它是道光皇帝呢当时在圆明园的一处行宫啊，在圆明园九州清晏岛上的一个宫殿，那么也是道光皇帝呢在此居住了很久的一个地方。他特别钟爱这个圣德堂，那么也曾经下旨呢，就是往这个圣德堂里边定烧了一些瓷器，专门用于摆放到这个圣德堂宫殿里边啊。所以呢，由此也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比起这个赏赐用的一些瓷器来说，那么像这种落有圣德堂款瓷器的作品呢，它是供皇帝每天去把玩，每天去欣赏，他一睁开眼恨不得就能看得到的这个作品啊，这种藏品，所以大家也可想而知，那么工匠他在烧制的时候是多么的战战兢兢，多么的就是精益求精啊。所以说，圣德堂款的瓷器呢，一直以来它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要远远高于道光本朝落道光官窑款的瓷器啊。那么这一件也是非常难得，就是颜色釉下边落这个圣德堂款。我们一般看到圣德堂的这个瓷器呢，它一般是以粉彩居多，对吧，汤老师？一般是以粉彩居多。那么这种单色釉下边落圣德堂款呢，我也是非常。就是能看到的机会也非常少。那么这一件呢，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作品，很少见的一件啊。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呢，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那么还需要跟大家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圣德堂的这个款的写法，那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它这个德字的写法啊。我们这个德呢，就是下边这个心呢，它其实是属于卧心，就是它是一个斜着的，然后呢，还有那种下边是立着的，就是竖弯钩的那个写法呢，它是另外一个写法。那么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叫这个叫卧心德吧。这个德字的写法呢，它是在道光17年以后，以前。道光17年以前，对，这么写，以前这么写的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德字的写法，就是以竖弯钩的这个写法呢，它是在道光17年以后的这个一个写法啊。那么这个也是在今年嘉德艺术中心做了一个圣德堂的这个展览，那里边也专门有提到关于这个德字的写款。那么根据这个德字的写款来判断它的年代啊。对，它开了一个洞，应该是早年就是做台灯用的。这个老外呢是非常喜欢改制这个台灯啊，有的甚至在上面还要加一个灯罩啊，他就是想要这种古老的这种氛围。这件东西呢，这个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介绍了啊。我首先要讲的是什么呢？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个橄榄瓶在嘉德时期，在道光时期，不是嘉德时期，在道光时期，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作品。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橄榄瓶是从雍正开始出现的，当然之前呢是不说了，但是比较漂亮的啊，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从雍正开始。比如说雍正青花、福寿双全、九桃瓶，雍正粉彩、福寿双全、八桃瓶，啊，这个呢，尤其是张永贞女士捐给上海博物馆的那一件，大概全世界是数不出来有几件的，啊，那个影响非常大，而且东西保存得非常完整。这就是奥克登李德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收藏的这件东西，真的非常棒啊。那么这种造型呢，逐渐的延续下来。那么我们在道光的诸多器物当中，比如说我们看道光的这个罐儿瓶窑变的，道光的其他造型的窑变的瓶，我们都见了不少。它的底面呢是酱釉，然后刻款，啊，大清道光年制6至3行铁线篆款。而这件东西呢，同样是钧窑，但是它的造型很特别，它是橄榄瓶，而且这件东西是专门为道光帝个人使用的器物，因为它底下落的这4个字就决定了他的身份，圣德堂制。那么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道光大运瓷当中的钧窑，它底下是用的酱釉，而这个底下不是，它在烧造的过程当中，它的底面是不上釉的，是用的沙底，然后烧成了以后，把这个竹切削修整，再在底面色胎上用千座祝融剂的淡淡的米黄釉上面再写圣德堂制。这个年代，刚才董小姐讲的时间已经很准确了，这是道光17年之前的作品，这个时间已经准确到这个位置上啊。这个说老实话，的确是我们以前呀在研究道光瓷器，尤其圣德堂瓷器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过啊，没有注意过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文博系统啊，对乾隆以后的东西研究是，至少说是不太重视的。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慢慢，现在细化了，细化到每一个朝代，所以我们有机会了解到道光瓷器。道光瓷器当中还有一个这个拔尖儿的东西，就是九州清晏这个岛上的圣德堂。这个是道光帝生活起居处理行政公务的地方，和我们养心殿属于平等位置，而且道光帝最后就死在这个圣德堂的，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这一批东西也就是为了这个小小的它这一个住的地方烧造的这一批东西，所以它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这个品种我们见到的大概数不出来有几件，所以它的难能可贵，在这儿我是一定要强调的，是吧？而且很明显，在道光13年以后，道光有谕旨，所有的瓷器底下一定要用矾红写圣德堂制。所以我们看到彩器底下用矾红，我们青花底下它不用青花，也用的矾红。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君红釉，这个橄榄瓶底下同样用矾红写款，这个是所有帝王当中独道光帝这么做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道光帝他这么做的，非常特殊啊，所以他的这个特殊地位，特殊人使用，数量又极其有限，所以显得这个东西弥足珍贵，非常难得。
尽管我们感觉遗憾的就是底下打了个洞，口沿上也镶了这么一点点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我们在嘉德这个艺术中心做展览的时候，那么多东西当中，几百件里边，我们直到现在也就看到这一件，所以这件东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它？是因为它太稀罕了，太难得了，而且呢，非常有意思。我们讲钧窑都喜欢要窑变，包括我们现在市场上人动不动就要窑变，窑变。其实窑变只是一种装饰技法，色彩的变化。那么真正像这种颜色从上到下，还是我过去老爱说的一句话，叫一张皮。一口气，这是我们老一辈儿跟我们这么说的。你看这件屏就是这样，上下我们讲洁白无瑕，这个上面是干净利落，没有瑕疵，这个难能可贵。因为我们都知道铜这种分子在高温当中它是活跃的不得了，稍微温度控制不好，气温不好，马上它就会发生变化。而这件东西，我们看到这件东西从上到下一点瑕疵都找不出来。是的。所以这件东西啊，的确，这个当时这个工匠啊，为了给道光皇帝做这个东西，也是煞费苦心啊。你看圈足磨的这种干净，这种漂亮，也是在道光其他大运瓷钧窑窑变也好，不窑变也好，那个圈足，我们进行一个比较。完全就是两回事情。是的，我们镜头还能拉近吗？因为我还想让大家看一下它这种流淌的美啊，流淌的感觉。它这个上面又往下垂流啊，流的那种自然啊，那种细腻啊，真的是我们真的刚才还是那句话，煞费苦心啊，这苦了我们这些工匠，真的不容易，能做到这一步。是的，是吧？所以这件东西呢，我觉得啊，尽管我们有点缺憾。但是，现在目前还真是找不到第二件，太难得。是的。那么圣德堂瓷器呢，就是一直以来在拍卖市场，是非常受到认可的啊。我们知道，在2013年吧，这个嘉德是做了这个圣德明道的专场，对吧？圣德明道的专场，那么那个专场呢，就是这个。相当的火爆啊，相当的火爆。那么我们是在今年，我们汤老师，我们那只18罗汉的碗是就前段时间刚拍的嘛？前段时间。对，我们今年6月份的春拍1，还有我们前段时间的春拍2啊，先后是拍了2只这个。洛圣德堂款的粉彩18罗汉的碗啊，我们知道碗它其实是算是趴件儿，然后这个瓶子它是立件儿。那么在拍卖市场呢，就是立件儿肯定要比趴件儿还要贵。然后我们当时呢，那个碗2只碗前后分别是卖了落锤价在140万左右。对，140万左右。那么这件如果是全品的话，刚才我们有网友说这个。打了个洞，打掉了200万，我觉得您这个说法非常对啊。如果是全品的话，那也远远不止200万。对，因为我们光一只碗，全品的碗就卖了140。对，所以我们看这种东西啊，确实特别难得，造型美，釉色美，而且这个东西又专门是归道光皇帝一个人使用的东西。这个其他的什么王侯啊，什么其他根本边儿都不沾的。是吧？就为九州青宴这个圣德堂专门为烧造，就为了摆设它这么一个小小的氛围当中用的。对，那么这个瓶子呢，它最早在圣德堂呢，它就是作为陈设，那么一个瓶子嘛，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花器啊，用来插花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口上也镶了铜口啊，口上镶了铜口，那么底部也打了洞啊，这也是后来人应该是老外啊，就是把它作为台灯曾经使用过啊，台灯使用过。好的，看看底款啊，看看底款。这个尺寸也好，27公分，正好合适。梅老师口啊，应该是有磨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它口是有磨，然后呢是镶了铜口。难得这件东西太好了。
好的。我们天老师说问佣金多少？我们佣金呢是正常是15%，落锤价的15%。如果是10个自然日之内付款的话呢，佣金是可以打一个9折，就是13.5。然后保证金，如果是您到线下参与拍卖的话，保证金是20万，全场通用。如果是线上我们的官方平台参与网络拍卖的话，保证金是